庸人老矣，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。今后唯愿尽人民一份子的责任，对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有所贡献，并望能在祖国颐养天年，余愿已足，别无他求。我叫李宗仁，这辈子我做过很多次决定，可好像没有一次是对的。但这一次，或许我做对了。1965年7月20日，我携夫人郭德洁、秘书程思远，辗转多国，躲开重重耳目，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。16年海外漂泊，到此才算真正落了地。这是我这辈子最笃定的一个决定。回望我这一生，直到如今，我依然分不清，年轻时拼命往上爬，到底是想争一番功业，还是只想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保护好身边那几个在乎的人。北伐那年，我刚30出头，带着广西子弟兵从珠江一路打到长江。蒋介石站在武汉的城楼上，拉着我的手说要换铁结拜，共赴国难。他看起来十分诚恳，递来的蓝谱上写着同心义德，生死系之。我信了，我以为跟着他能打出一个太平天下。可没过多久，我就发现自己看错了人。在南京，他站稳脚跟后的第一件事，不是论功行赏，而是要解散我们的部队。我们就像两块石头，在北伐的路上相见恨晚，可一旦上了岸，就被扔在两旁。那次我拉住他，连问了3个问题：北伐刚胜就要裁撤功臣部队，兔死狗烹是何道理？两湖地盘说夺就夺，结拜兄弟的情分就一文不值。蓝谱上写的同心义德，如今还算不算数？他脸色铁青，一个字也答不上来。从那以后，我跟他就斗了一辈子。他斗到了台湾，我斗到了美国。我这辈子最光荣的日子便停在1938年的春天。那一年，在台儿庄的战场上，天是红的，地也是红的，日军的炮火像雨点一样砸下来，一寸一寸把血肉碾进泥土里。我给全军下了死命令，我们是保家卫国，与侵略者殊死相搏的哀兵，退一步便是万丈深渊。鏖战20多个昼夜，终究是赢了。这场胜利用兵哀者胜4个字形容最为贴切，因为这全是弟兄们拿命换回来的。抗战时期那几年的我，心里有火，眼里也有光，可到最后，这点光终究没能照亮整个时局。1949年，我在风烛残年里坐上了代总统的位子，可这个总统不过是个空架子，没有兵，没有钱，连下达的命令都绕不过千里之外那座孤岛上的人。共产党递来和平协定，要我签字，我握着笔悬在纸上半晌，终究没落下去。时至今日，我仍在想，若是当初签了字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？是不是几十万袍泽不用埋骨他乡都能活着回家？是不是我那个最信任的兄弟也不用困在台湾，终日受人监视，到最后落得那般凄凉下场？我不知道答案。后来我去了美国，一待就是16年。我不像蒋介石那样做着反攻复国的美梦，我只知道自己是个回不去家的人，像个孤魂野鬼飘在异国的土地上。昔日的职务也早被老蒋的一纸通告剥夺，身边旧友离散，连日常言行都逃不开监视的目光。无数个深夜惊醒，
梦里全是广西的山和故土的水。建生去了台湾，他是我军中的小诸葛，也是我这辈子最掏心的兄弟。当年我竞选副总统，人人都劝我避其锋芒，只有他站出来力挺我，这份情我记了一辈子。蒋介石一直容不下我们，但又出于嫉妒，总想将我和建生分开。49年在广州梅花村的会面，我以代总统的身份跟他正面摊牌，希望他能交出军权、财权和手中的一切权力，以求合力力挽颓势。会面的全程他连连认错，条条应允，可事后立马就出尔反尔。那些天我坐在那个毫无实权的总统办公室内，国军频频战败的电报让人心惊，忽然觉得这几十年的厮杀、提防、算计，到最后全是一场空。我本以为熬到晚年，大家相安无事，各自颐养天年也就算了，可没想到我来到了美国，老蒋也不忘对我的暗杀，甚至拉着白建生给他抬轿子。1965年听说我要回大陆，白建生竟当着旁人的面说德林投共，我今后在台湾更没有脸见人了。听到这话的那一刻，我胸口像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，闷得喘不上气。当我双脚踏上北京土地的那一刻，周总理亲自到机场接我，我心里忽然就踏实了。可我也清楚，这辈子欠的账太多了。那些跟着我从广西一路杀出来，把命丢在战场上的弟兄，我拿什么还？当年那份没勇气签下的协定，我拿什么补？还有建生，那个最后只剩一句没脸见人的老伙计，我又该怎么面对？若真有来世，我绝不再从政当官，就留在广西老家种种田、教教书，或者什么都不做，就在夏夜的田埂上躺到天亮，不至于几十年来没有一夜安眠，不至于连最在意的人到最后都护不住。这辈子太累了。飞机落地，我人是回来了，可当年那个戎马半生的李宗仁好像早就丢在了半路上。